聚焦智慧装备，放眼未来战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智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军事专家杜文龙先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科学家、北奔重高机战术车辆总工程师周亚伟先生，欢迎两位。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看到当下的战争形态在悄然进行着改变。就在俄乌冲突当中暴露出了因为运力不足导致后勤供应能力薄弱的问题。因此军用重型卡车的生存能力成为了未来智慧战场上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今天节目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跟随记者的镜头，了解一下中国载重卡车的发展能否给未来战场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身边这辆载重卡车采用的是新能源底盘和智能化无人驾驶技术。那这两种技术的结合，能不能解决战场运力不足的问题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这辆载重卡车表现如何。这是一款纯电动的自动驾驶机卡，这个部位是它核心的部件，动力电池主要由它来提供能量。侧面配了摄像头、激光雷达，通过这些传感器进行车辆的周围环境的一个感知，提升我们自动驾驶车辆的一个行驶的安全性。在现代战场上，无人机、仿生机器人、机器狗等智能化加新能源的小型装备占比越来越高。未来，智能化的大型地面装备能不能借鉴其中成熟的技术和设备呢？康总，我看咱们厂区里有很多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重卡，那有哪些是新能源的重卡？我们新能源重卡主要有3大类。第一类是纯电动重卡。第二类呢是氢燃料电池重卡。第3类呢就是我们的插电式混合动力重卡。它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应用在智慧战场上？这个是有可能的。混合动力模式下，它的动力性非常强；纯电形式模式下，它的车辆安静性非常好，会有很高的隐蔽性。第3呢，发动机直接进行发电，不用来进行任何行驶。这个时候它会有个很大的电流能量输出，为咱们其他附属装备这个工作提供了一个能源平台。好，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已经能看到我国载重卡车已经可以实现新能源加无人驾驶技术了。这2项技术的耦合是否可以解决战场运力不足的问题呢？杜老师，您怎么分析？这2个技术的确是目前的新兴技术，特别是目前的无人驾驶非常的流行，而且在未来战场上，路况很复杂，情况更复杂。另外呢，它对于这个单个人员生命安全的威胁也非常大。那么这个状态下，如何确保后勤这个系统的安全稳定？特别像之前那个炸不乱、打不断的这个钢铁输送线是很重要。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智能驾驶技术，包括这个新能源技术相互组合，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同时呢，对于穿越各种这个封锁区域，然后履行各种任务，的确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网络的统一布局之下，前方哪个地方需要物资，哪个地方急需物资，它有个危险等级，有个补给等级。这样的话，就可以第一时间把最需要的装备送到最需要的单位，对于强化作战能力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确未来战场对智能军用卡车的要求涵盖了方方面面这些要求会综合推动军用卡车技术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以应对未来的战争挑战。那么咱们国家的载重卡车目前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了？我们请周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周总，卡车的发展从世界角度来看的话，划分3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机械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更多的强调的车辆的运载和可靠性等这单方面的机械功能。那在信息化时代我们更多侧重于单车的这个信息能力，在自我诊断，包括信息化的一些传感设备等方面进行了这个更多的努力。那在现在智能化、网联化、多能源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方向。在这里面一个特点就是专业技术复合化，
比如说我们原来学的汽车里面一个汽车理论、汽车设计，基本上都是在一些机械的这个层面。那现在呢，像什么电化学、什么软件工程等等，复合的专业技术特点非常的突出。第二方面呢，就产业的多元融合，啊，现在单纯你说一个汽车，这个很难说，就是一个汽车厂就能把它做好。我们现在产生的这个市场的效应，就充分发现软件和汽车行业这个深度的融合的效应。总体来说呢，带来了就是社会的效率的提升。所以说未来的发展，我认为汽车是成为一个节点，是服从于整个体系运行。所以我们现在军用重卡，特别是智能重卡，它是体系化的需求下，然后再体系化的发展啊。那么智能的强大的载重卡车后面呢，它必定有着强大的生产体系。那么这些适应未来战场的智能化卡车究竟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智能化载重卡车背后的强大生产体系。在智能化战争中，人们更关注的是前线的智能化作战平台，但连接前线与后方的智能化后勤网络以及智能化生产体系也同样重要。今天我们来到了北奔重汽的总装生产车间，一起来看一下载重卡车的智能化生产线是什么样子的。康总，其实，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重工业，尤其是这种生产轮式底盘的生产车间，可能是很多工人、很嘈杂的。但是在这个车间，我感受到的工人不是那么多，声音也相对是安静了很多。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生产车间都有哪些智能化的生产设备？首先呢是在生产管理这个方面，实现了个一物一码的这种信息化管理。前面这台工位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终端。看到我手上这个单据，它是这台车的基本信息，然后您可以试一下，对准这个条形码，按一下就可以，远一点。好，这辆车的所有信息就呈现在这个界面上了。扫描完的所有信息呢，在后台对这个整车呢都可以进行一个追溯，实现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我们看到的这个一物一码这种信息化的管理手段以外呢，我们还运用了驾驶转运 AGV 来进行这个装配管理。所以现在工人师傅只要在自己的工位等着工作任务来就可以了。对，这样的话也减少了他的移动和搬运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是我们的前桥落桩工位，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对它的4条英雄螺栓进行一个力矩的合理的控制。之前的方式呢是人工操作，所用的时间、所处的负荷都是比较大的。前面所看到这个黄色的这台设备，就是我们的自动拧紧机，它首先要对这个车辆呢进行一个扫码，还是扫码？扫码的过程中呢，就识别出来这个拧紧机所需要用到的力矩是多大，大概不到1分钟就可以拧紧了。这个过程就结束了，就操作完毕了，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这个操作时间，并且提高了质量的一致性。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载重卡车的生产呢，目前已经是智能化了。这种强大的军工生产体系呢，对于未来战场来说也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智能化生产体系对未来战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要求我们做出哪些改变呢？杜老师。的确看了整个智能化的生产线，然后我们再想想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这个重型卡车战损率居得特别高。你看，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至少投入了像乌拉尔375、乌拉尔的4320，以及呢卡马斯的这个6350，那么还有那个台风系列以及呢吉尔系列，像这些重型卡车在前线的战损率特别高。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生产体系作为支撑，那这损了就损了，而且没有很好的补充。如果能够进行这个智能化的生产，首先生产的效率会常会提升，这样呢，它对于快速补充前线的需要、快速补充前线的损失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另外，智能化的生产也能够提前进行检测，比如说在组装和生产过程中，这个零件到底有没有问题，模块有没有问题。如果通过智能化的生产，它边生产边检测，这样整车出厂之后的稳定性、可靠性将会大幅度提升。你看俄乌冲突中很多武器装备的战损，不是说被人打坏了，是因为故障，在前线无法移动。只要在前线无法移动，大型目标很有可能会成为对方的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绝好攻击点位。所以，如果能够确保在战场的稳定性，如果再跟之前的什么智能化呀，包括这个无人化、
几个要素相互组合，这个卡车不光是生产的快，而且战场上的生存能力也非常强大，对于快速补充前线的需要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另外我们说在生产方面啊，现在智能化的卡车是不是也能用智能化的方式来生产？周总，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智能化的制造呢，也不是一蹴而就。我们国家的工业的发展呢，也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今天才走到了智能化这个阶段。以北奔作为这个案例来说呢，北奔呢在上世纪80年代引进的卡车，在那个时代呢，基本上呢工艺是跟欧洲同步，但是呢是完全那个机械化条件。那我们在这个10几年前，整个的产线呢，在我们国内的工程技术员的消化吸收下，我们建造了5万台的产线。那个产线我看了一下，跟我们现在欧洲的很多的重卡企业的产线基本水平是相当的。那在新的时代，在智能化阶段呢，我们这个产线更多强调的是柔性、快速反应、条线快、信息准的投入还不要太多。以此为基础呢，我们适当加入一些机械手，加入一些在线诊断设备，就能完全实现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生产。刚才片子也看到了。北奔的所有的这个车上的螺栓和这个螺母拧紧力矩全部是在线进行这个检测，啊，哪个产线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马上就可以反映出来，也完全保证了产品的这个可靠性能。我们知道呢，军用重卡不仅可以作为伴随保障车辆，也可以作为战斗部载具，陪同前线作战人员冲锋陷阵。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作为现役装备的155火炮的载重卡车底盘。这款底盘是为我们现在155车载炮开发的定制化底盘。那咱们这辆车的底盘，它跟其他搭载155炮的底盘相比，它有什么优势？传统的底盘主要是满足运输的功能，但这个区别以前那种观念，这相当于是个炮车。我们整车这个和炮是一体化进行设计开发。另一方面，我们针对越野机动能力也进行提升，还有人机操作方面，包括我们在驾驶内的环抱式这种的操作界面、液晶仪表的显示。AT 变速箱这种操纵相比上代是有提升。最后一个就是制动安全性能，我们采用了液力环制动和盘式制动，安全效能更好一些。那这个车它还有什么智能的特点吗？整车所有的控制器都是统一的数据的一个采集、传输、管理，所有的故障我们都可以进行在线的诊断显示。我看这个车刚才它的底盘还能升降。对，这个升降就是底盘压得越低的话，它的设计稳定越好，所以我们需要把车降下来以后，让它进行设计。好，这一环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军事人工智能专家吴明希老师，欢迎吴老师。在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一辆智能化的军用卡车底盘啊。当下的现代战场环境对重型军用卡车提出了更新的实战要求，您怎么分析呢，吴老师？随着现代战争由信息化加速向智能化转变，这个无人重卡它的地位作用非常突出。第一个就是在那个战场保障方面。这次俄乌冲突我们看了，由于有大量的弹药啊，到目前消耗了2000万枚，所以需要大载重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载重平台啊，刚才说的155火炮，未来的我们那个还有探测系统、雷达，还有我们指挥控系统，还有我们未来可以到像远火啊或者那个中远程武器啊，它做一个承载平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无人智能的。像美国已经把那个海马斯已经无人化了，它通过无人化的改造，啊，纳入它的马赛克在那个云网端的那个系统里头去以后，它可能还不仅仅是说可以就是说装得多，另外呢，它是可以对地、可以对海打击啊，它把500公里的精确打击那个导弹，它都可以兼容。另外还有反舰导弹也可以兼容，所以它依托这个重型的这个平台，可以干成一个多域的打击系统。好，谢谢吴老师的分析。那么咱们军用重卡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周总，您怎么分析？军用重卡从根本来讲呢，它还是一个车辆的一个承载平台，更多的现在强调的机动性、防护能力和信息化。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呢，比如说在智能化这方面要实现无人或少人化，在网联化这方面要融入
整个战场的体系。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机动性这方面呢，要融入场景，适应复杂的地形状态。另外，在能源这方面呢，不仅仅单独是柴油或汽油，要多能源，像氢啦、像电啦等等，适合不同的使用需求。另外，在防护这方面，要经适当的防护，多增加装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自主可控。我们知道呢，在现代战争当中啊，信息化、智能化作战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军用卡车作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呢，也将不断完善它的信息化、智能化的属性。接下来呢，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军用卡车的风采。在未来智能与策略交织的战场上，军用卡车甚至会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他们穿梭在炮火硝烟之间，为前线输送弹药、给养和医疗用品，确保战线的稳固与持久。同时，军用卡车还可以搭载先进的侦察通信设备，实时收集战场信息，为指挥提供决策支持。好，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军用卡车，它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运输先锋啊，还是一位战场上的智慧使者。在未来的智慧战场上，军用卡车可能不仅仅是运输兵力和物资的一个工具，它也会是战场当中参与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独特的作战平台。那么，我们如果从作战的角度和技术的角度，未来军用重卡它的发展方向又会是往什么样的方向走？第一个，作为重卡的无人平台啊，它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它本身应该具有一个开放的软件的架构，因为开放架构以后，它就可以拥有通用底盘，然后模块化的设计，然后多样化的承载都可以往上加。第二个，我们可能还要满足军用的场景，把那个 AI 要更加那个军用化。另外还有呢，从2线到1线了。你面临的生存危机啊，刚才说了，要降低保障人员的还有作战人员的风险，所以说就需要无人化。第三个呢，就集群组网，它有个关联的效应，而且我们在研究、分析、判断未来的趋势中间，就是这个载重无人平台，它自身就可以在前线通过刚才说一体化指挥控制和云网端这种架构，它就可以形成一个作战的分队，无人化的作战分队。然后人在大后台来控制啊，我认为是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降低成本这个成本如果一旦低下来以后啊，它就具有竞争力了。所以总的来讲，未来我们在那个信息化和智能化战上，依托这个无人重卡，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就是无人化、网络化和集群化的作战力量啊，抢占我们军事智能化时代军事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未来这个军用重卡，我觉得是任重而道远，而且它需要具备像一个多面手一样多种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在这个智能化战场的这个条件下，它的挑战很大。那作为生产企业，压力会不会也更大一些？这需要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具备什么样强大的制造能力呢？制造永远要跟着需求走。我们想呢，在汽车这个产业上呢，低成本、快交付、大批量、一致性是一个基本的特征。其实这个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低成本为了提高竞争力啊，采用尽量模块化的软硬件，我认为这是个方向。周总是不是？是的，平台化、模块化、系列化标准化，在国内整个的现在重卡的发展来看的话，北奔在这方面我认为还是具有特色的。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么多年努力，构建了公路型的、综合型的和高机动越野型的3大平台，然后这里面可以形成根据时代的发展，我们像电、氢、燃油多种动力在这个模块下进行组合，能组合出上千种车型来。这样呢，根据我们的需求，根据我们的这个模块的组合情况，能开发出适用不同场景的各种各样的车型。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有这个模块化、系列化以后呢，对于车辆全生命周期的维护带来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周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你原来它是按每个型号来，你把它拆分以后，建立一个药房啊，然后呢，根据刚才说你说公路型啊、越野型啊，我再拿出来药方，对，是吧？所以这搭配组合，它是搭配组合，这个是我们未来整个武器装备建设追求的一个方向啊。它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
像这些东西呢，未来呢，对于我们整体的需求这方面，我想能得到很好的这个满足。好，所以这些需求呢，不仅通通能被满足，而且呢，我们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完全的服务保障。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讲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军用卡车在智能化发展、在前线战场以及后方生产体系上的综合应用。现如今啊，智能化的军用卡车呢，正在改写现代战争的运输格局。它所带来的高效、精准和安全，将会为军队在未来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当中赢得更多的主动性。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智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